下周欢迎收看方稳时间。下周三呢是旧金山的 APEC 中的拜习会，这是去年在巴厘岛拜登和习近平的首次见面之后的第一次他们的见面。而在过去一年中呢，美中关系可以说是螺旋下走几乎接近冰点。那么这一次的看点呢，就是双方都希望修复关系。那么他们能成功吗？美中关系是不是从这里就要开始回暖呢？双方各自肚子里打的是什么算盘？而拜习会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话题。好，那在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先说一下这个节目的一个赞助商其实是一个产品一个品牌的赞助商。很多人呢喜欢穿这个浅口袜但是浅口的袜子最大的缺点是容易脱落就是不跟脚。那么这里呢一个大的品牌吧，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门的设计，让这个袜子穿起来是舒适又上档次。有朋友说这个方伟怎么卖袜子档次太低？那不是每一种产品它都有很棒的品牌那么我给大家看的这个袜子它就是一个品牌袜那么这个西方的大品牌，那么这个东西是有它的特点因为它的上面是这个袜子的顶部是一个横向的弧度，就不容易这个滑落。脚后跟呢加了这个叫做无毒的塑胶防滑条，这可能看不太见这是一个防滑条。那么四周呢包上了不勒脚的这种弹力带弹力带，所以这种防滑条加弹力带就加在一起，袜子就绝对不会掉了。那么这个袜子叫做 Cloud 云这个云袜子呢使用是顶级的棉的材料那么它可以吸湿排汗，又可以透气。穿起来真的感觉非常好那么这是作为一种大品牌的袜子，他们这个袜子在亚马逊和自己的官网上是从来不降价的。那么一双价格就是12块钱。但是呢，现在这个 Cloud 跟蓝莓优品合作就给出了一个创纪录的优惠。怎么讲？叫做限量买5送2，因为它不降价所以只能说买5送2。那么平均单价呢就只有9块多，等于是打了7、9折。所以是非常划算。另外那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蓝莓优品上已经增加了台湾的货仓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从台湾这边买东西亚洲买东西，那么就不需要支付这个邮费那么贵了只要买东西到$70，在台湾境内同样可以享受免邮费的这个服务。那提醒一下因为袜子已经是叫做创纪录的低价，所以呢，它不参加主持人的这么一个85折的一个折扣。然后呢，蓝莓优品呢，但是有很多其他不错的产品可以搭配着一起买，那些东西呢也都是有85折的折扣。好，那么也是一样，买到70块钱呢，美国境内就包邮。方伟有很多的观众都是美国的这个的观众所以呢，其实是买到70就可以包邮。总之吧，我们是挑了一些很好的商品，很好的产品，大家真的能需要的又很独特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我觉得受惠我们也可以受益，商家可以受益，做到一个3赢。这也是我们自己寻找一个经营之路吧，让这样的媒体可以长长久久。好，回到我们的话题了。那么最近呢，其实在拜习会在旧金山下周3见面之前，那么若干的动作在频频发生。那么首先是10月底那中共的外长王毅受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要求来访美。然后呢，接着过去几天呢，美国的前国务卿叫做气候特使就是克里John Kerry 也跑去和这个中共的气候特使叫谢振华在北京又见面。然后呢，这个中共的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吧在新加坡表示，那肯定是有意的啦，说我们已经准备和美国进行各个级别的会谈，又在释放他的善意打引号的善意。那么第4个呢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那么这2天就先跑到旧金山来，和先跑到旧金山的这个中共国务院的副总理叫做何立峰，那么在那里会面，等于是又给拜习会做一个铺陈。同时呢，这个中共呢就得是诸多的动作都是导向这没有一个是偶然的，对不对？全都是有意说要做成什么什么样要做到这个能够给拜习会搭台子，对不对？最后走上去，能够让这个中美关系能够好转，能够扭转。那同时呢，中共的媒体呢调门也是大转向开始高调说要跟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我们记得人民日报在2019年的5月份的5月23号呢，连续9天发表了一个叫做署名叫钟声，就是那个敲钟钟声的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很厉害啊，这就是痛骂美国啊，列举美国这个叫做这个美国这个帝国必败的9大原因，就包括无视规则、零和博弈啊、逆势而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哇，简直是，从头骂到尾啊！而这个钟声呢，大家知道中共有很多文章啊，都是用这种笔名的。你懂中共的党八股啊，懂中共内情，你就能知道，这个笔名就告诉你了是谁的文章。那钟声呢，就是指中共中央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叫钟声哈。所以呢，那有意思的是，钟声在前几天10月31号又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啊，说这不仅符合美国和中国2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你几年前骂的狗血喷头，那怎么回事哈？总而言之吧，是180度的大转弯，啊，那么当然了，这是中共的态度啊，从他的种种的这么一个外交的铺陈，到他的媒体的大转向，其实据说转的连这个中共的这个粉红啊，这个5毛都跟不上了哈，就这个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哈，我跟着你在骂美国，骂到一半，你转身你就开始说美国好，又怎么办啊？跟都跟不上哈。所以呢，这是中共方面的一个反应。那美方这边呢，其实拜登啊，众所周知哈，一直都是说要搞好这个关系的。那么不断的派高官去北京，那每次去呢，习近平基本上就是摆姿态、端架子，爱见不见，是吧？现在不摆了哈，来了他一定见，为什么？这就是现在不摆，就给了提出2个问题，就是第一，为什么不摆了？为什么不摆架子了？第二，这样的话，双方既然都有意愿，2方关系会回暖吗？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现在不摆了？因为摆不起了，没力气了，没实力了，没本钱了哈。中共的经济放缓，房地产这个崩塌，地方债务高企，地方政府都没钱了，而且中央也不救。再加上外商出逃哈，资金出逃，这个供应链出逃，那么等等的。那么在政治上呢，习近平是焦头烂额。他在20大这个独揽大权之后，那么全面拥有权力，那么也全面也就接手问题，所有的问题在他手上就全部炸开。加上他自己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他自己那种这不撞南墙，这个叫做不回头的那个劲儿哈，就真的是一面一面南墙撞上去。好，那么再加上最近的李克强之死哈，大家都看到，简直就是千夫所指哈，这个一律都指向习近平，让他真的是不管他干没干这个事儿哈，是不是他害死的，他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说这个话可能这真的是不过分的啊，这就是习近平现在的处境。所以呢，要恢复政治经济上他的稳定，他的地位，那就不能再跟美国闹了，反过来呢，要需要美国的技术，需要美国的资金，需要美国的人才啊。所以呢，什么东升西降，什么战狼外交，那么现在全都抛诸脑后哈，等于重新改弦更张了。那既然拜登想关系回暖，中共现在呢也不端了，也想关系回暖，双方关系会回暖吗？那回答我这个方伟给出我的问题，这答案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提一个问题给大家哈。大家知道下个星期哈，拜习在旧金山见面的时候，布林肯去哪里？那我觉得下个星期这个王毅一定也在旧金山，我猜，我觉得按照他的这个跟着领导嘛，这个布林肯跟不跟领导呢？下个星期布林肯跑去东京、韩国的首尔，还有印度的新德里，当然他说是去开这个叫做七国外长会议哈，那但是呢，其实他到几个国家都会去见元首，所以还真的不是光一个外长会议哈。而美国国务院怎么说呢？国务院说，尽管美国面临其他全球的挑战，包括乌克兰呐、包括中东啊之类的哈，他说美国仍然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那么国务院发言人接着说，因为这个地区对美国在未来1个世纪的和平、繁荣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他说，我们的国务卿哈，在面临这些全球性挑战的情况下，再次访问这个地区的事实，就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什么意思？强化什么呢？说我们在印太地区外交的根本重点仍然是加强与我们盟友、伙伴和朋友的关系，增强他们的集体能力，即我们的共同能力，来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话说起来，不懂的不知道他是说什么，这就是美国的党八股吧？就是他就用客气的话，他说我们国务卿跑到那边去，着重在
投资我们的盟友、我们的伙伴、我们的朋友，这个印度啊，这个韩国呀、日本呐，没有中共啊，没有中共，而且增强他们的集体能力，即我们的共同能力，来这个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中共破坏国际秩序嘛，破坏规则。在二战之后哈，美国带头建立了布林顿的森林体系，之后转成关贸总协定，之后转到今天的 WTO 哈，用它来规范全球的这个经济秩序，其实连带的也包括政治秩序在里头。也就是说呢，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哈，大家降低关税，不要补贴经济，大家公平竞争，全球化。其实全球化不一定是个坏事儿。特别是如果没有流氓国家的话，全球化其实是一个经济最优化的一个打法。但是很不幸，有中共这样的流氓国家哈，大家都守规矩，他不守规矩，可以说是中国混进 WTO 之后，把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或者说全球的经济规则破坏殆尽。所以呢，那美国当然是知道这回事儿了。那白宫发言人呢，就是说的更直接，刚才说的是国务院哈，国务院的这个亚太驻青说的，白宫发言人说，美国的政策以及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方式并未改变，美中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激烈竞争也意味着激烈外交，这将是一场艰难但是重要的对话。他讲的是这个旧金山的拜习会哈，所以你从中看出来，说白了吧，就是在拜登、习近平在旧金山见面的时候，国务卿布林肯不在身边陪着，赶快跑到亚洲去跟他的盟友说，放心放心，我们不会跟他们握手言欢。你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不会跟他们握手言欢。我们看重的是盟友，就是你们这些国家。那么说白了，美国想干什么呢？美国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方针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哈，用这个美国国务卿的原话说，叫做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及竞争。这话听起来也听不太懂，啥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和中共不是朋友，而是对手，但是不想做敌人，不是朋友。是对手，就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别做敌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跟你竞争啊，我跟你放对啊，但是我不想跟你打架，我不想跟你打仗，我怎么能够避免不做敌人，跟你不做敌人，不跟你打仗呢？就是老见面呢，这样我收拾你的时候呢，还跟你说话，你有人可以讲话呢，你就不会打起来，也就是叫做打一把摸摸头就那意思哈。所以呢，拜登的改善关系是不是为建立美中成为朋友关系而对话，而是为别变成敌人而对话。说白了就是为对话而对话。他赌的就是对方伸手不打笑脸人，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哈，那这里叫做伸手不打讲话人，就这个意思。这就是美国肚子里打的算盘。在我看来哈，为什么？因为美中之间的冲突跟矛盾完全已经不是什么外交波折了，它是根本的价值冲突和根本的战略冲突。这两点哈，那美国现在知道的门儿清，一清二楚。所以呢，今天呢，美中两国虽然要搞好关系，但是肚子里呢是不同的盘算。一个呢，中共那边是要装清纯想回到过去哈，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一个是安抚安抚你，在收拾你的时候安抚安抚你，好让你别跳起来打仗。所以呢，双方呢是首先，即使在旧金山百大做了这么多的姿态要去见面，但是他们很难同床。那么即使表面同床，也是一定是同床异梦。这就是美中之间目前的关系哈。那我们说起很具体旧金山会谈会谈出什么来？其实中方要的是两个东西哈，主要的一个是美方放弃对华的技术限制，第二是台湾问题对中方让步。而美方要的是什么呢？美方要的是两军恢复对话，避免到时候这个擦枪走火哈。第二呢是在执法上有合作，针对毒品，特别是禁止从中国来的芬太尼。第三个就是气候合作哈，气候呢这个叫做什么来变迁的合作。那么双方要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拿到？基本上都拿不到。在我看来，除了这个两军对话说不定可以建立，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什么也拿不到。这中共不可能让美国放松对华的技术限制，也不可能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让美方这个让步。那美方呢，也不可能拿到中共对芬太尼的合作。那么在气候协定上更不用说了，我觉得中共都是玩虚的，承诺也是玩虚的。OK，所以呢，对中共来说呢，他想回去怎么回去呢？中共的他想回到过去的方法就是，你看到没有，我又是好人了我又开始装绵羊了，难道还不够吗？但是对美方来说，你的狼脸已经暴露，现在又要装绵羊，怎么可能呢？
那么用句白话叫做覆水难收啊，你现在想装回去是装不回去的，所以呢，双方就只能这样是叫做什么同床异梦哈。那话说到这里，我想扯另外一个话题哈，就是澳洲总理最近访华，那么媒体都报道说双方关系真的好了。大家熟悉这个澳中关系的时候就知道，前几年是双方打架打得非常厉害哈，主要是澳洲被这个中共压着打。结果呢，习近平这2天说，中澳两国没有历史恩怨的纠葛，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好，我们盘点一下怎么走到今天这来的。其实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也很可笑哈，但是很说明问题。我们先回到18年前哈，2005年，那么中共驻悉尼的领事馆的一个武官叫做陈永龄哈，外交官叛逃。他叛逃之后就告诉澳洲政府和澳洲的公众说，中共已经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在渗透澳大利亚的社会。那么光在澳大利亚一地哈，就有来自中国的上千个间谍。OK， 为什么呢？因为中共把澳大利亚看成是西方阵营中的薄弱环节。那么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一直是占它出口总额的第1名哈。那么一度占到38%，将近40%，就是一个国家出口，就中国那边买的。所以呢，是这个中国是澳洲的第1大贸易伙伴。OK， 所以呢，中共的想法就是说，澳洲是美国的这个联盟中的一个叫做什么薄弱环节，把它从中剥离，让澳洲反过来成为中共的一个附庸国。澳大利亚呢，当时尽管陈永龄把这个事情揭示得很透彻哈，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但是呢，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当时和中共是打得火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挡这种澳大利亚赚钱的，所以呢，陈永龄的所有的话呢，很快就被遗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澳大利亚毕竟是五眼联盟的这个成员，也是美国的盟友，在很多的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和美国是同进退的。包括这个中共派去的华商间谍在澳洲不断的曝光哈，也不断的唤醒、提醒澳洲人民和澳洲政府。所以呢，澳洲就一直没有贴到中共这边来。在2018年的时候呢，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就把华为就排除了在澳洲的这个5G 的网络之外，它算是比较早做这个决定的。到2020年上半年呢，澳洲的总理叫做莫里森，专门提出在中国爆发的这么一个新冠这个病毒它的起源问题得查清楚，要做独立调查。这下就把这个中共给惹火了哈。他说：“天哪，你这个小澳洲是不是靠着我们吃这个靠着我们喝，还敢来挑战我们还敢质疑我们？”于是就决定杀鸡儆猴，在贸易上制裁澳洲。他怎么制裁呢？他说我是你的第1贸易伙伴，你是赔不起的。所以呢，他认为澳洲一定会屈服，他就对这个200亿美元来自于澳洲的进口的这个商品征收特别的关税。那么光这个大麦，澳洲的那个大麦征收的关税高达81%，葡萄酒最高达到200%，再加上澳洲的龙虾、澳洲的铁矿等等之类的不是铁矿，这煤矿、煤炭都征收很高的关税。结果到了这是2020年的事情到了那年的冬天，中国大陆因为煤炭的产量不够，导致民众在冬天腊月受冻，即使这样，他也不买澳洲的这个煤炭。53艘运煤船当时在2020年11月份漂在中国的港口外海1个多月，就是不让他们进港想靠这个来惩罚澳洲。惩罚的结果如何呢？因为中国很多的钢铁大家知道炼钢都是靠澳洲的煤炭和澳洲的铁矿石进来那么铁矿石中共没有封杀，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第2个买家。澳洲的铁矿是什么必和必拓的铁矿那是质量非常好，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封杀它，因为没有别处，除非你不炼钢了。所以呢，它就只提高了煤炭的关税，没有提高这个铁矿石。但是煤炭是烧煤炭来炼钢，在中国是这么搞的。煤炭价格一高呢，导致于这个叫做炼钢的成本增加，那么铁矿石的这个价格也上升。铁矿石上升，你从澳洲你又没进人家，对不对？进口的铁矿石中共就赔了很多钱。所以呢，这叫什么来着？古时候叫杀敌3000，自损800，是吧？这是一般打仗这个贸易战希望是这样。那对澳洲的制裁就变成杀敌3000，自损8000，不是自损800他制裁人家的煤炭，
那么导致自己的成本高涨，导致澳洲进口的铁矿石成本高涨啊，这个搞得中国全国煤炭和铁矿的用户和广大的下游消费行业全都陷入困境，所以等于他想制裁澳洲，结果制裁到全部吐回去，因为铁矿它得付更多的钱。好了，到了2021年呢，澳洲就宣布撤销澳洲也不退啊，就撤销维多利亚州和这个中共签订的一带一路的协定。那么接着呢，在同一年，澳洲很多的产业被制裁的产业陆续找到了替代的市场，跑到别的国家去了，结果出口量呢一度甚至于不输于中共制裁前的水平。那么接着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呢，大家知道2021年的9月份，澳洲、英国和美国建立了这个 AUKUS 这就等于说白了就是三方的这个安全联盟三国军事联盟可以这么说。那中国也气不过就这个跑到这澳大利亚家门口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些个岛国什么所罗门群岛之类，在那翻江倒海的，那么试图把他们收买过来在那建立什么自由贸易区那么当然了，也弄得澳洲和新西兰非常不爽了。不管怎么说吧，双方就是僵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了现在，那么工党上台之后再抛出这个橄榄枝，那习近平我想他想来想去，弄来弄去没有用跟人家干了3年。那么杀敌3000，自损8000，有啥用呢？什么用都没有。结果人家现在抛出橄榄枝，他就叫做什么来着？借坡下驴是吧？这下台吧，对不对？借坡下驴，那么就这么说。那好吧，请你过来，我们跟你握手言欢。那澳大利亚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就这么说，他说我们都是亚太国家都是20国集团的重要成员，我们2国没有历史恩怨的纠葛，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完全可以成为相互信任、相互成就的伙伴。前2天打人家打得那么狠，现在就说出这样的话来，那总而言之也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OK， 而这个澳洲政府这个即使是工党政府，它在中共影响和操控澳洲国内政治，独立调查新冠起源，那么在南中国海，那么以及说台湾问题这诸多问题上，那么澳洲都跟中共意见是完全不一样。而来访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全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包括在台湾的就支持维持台湾现状的问题上说得非常白。这个总理阿尔巴尼斯，中共听了也就没办法，虽然噎在哪没办法。总而言之吧，来硬的没有用了，只能来软的。所以呢，说是中澳关系改善，说白了就是中共投降就是中共投降。那么澳大利亚主要的这个报纸叫悉尼先驱晨报，就这么说，它叫做磕头还是挺身，我们澳洲人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断。那么英国经济学人这个报道的这个文章标题是什么？叫做澳大利亚不怕中国的贸易禁令，并且变得更加强大。那么日本的日经亚洲说得更白，它的标题说中澳关系解冻显示了北京的经济讹诈的局限。好吧，所以呢，大家看到所谓的澳洲关系改善，就是中共投降，回头再去装清纯，是吧？披羊皮，这个一头狼再披上个羊皮来装清纯。那美中关系改善呢？其实如果改善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中共投降而已但是呢，这个拜登政府也要能意识得到，今天中共又披着羊皮来装清纯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强硬美国对他不客气，他最终还是需要美国远远多过美国需要中国所以呢，他还是跑回来，等于是再去披一个羊皮来装清纯。但是有没有用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澳洲有个酒庄，这个酒庄的老板叫做尼基帕伦呢，是个女生她过去呢每年卖200万瓶葡萄酒卖到中国去，那中国的市场占了她所有葡萄酒出口业务的90%。那么中国的关税让她卖不动了就迫使她怎么办呢？就扩大她的业务范围，现在卖到好多个国家。那么这个帕伦他说我真的很喜欢我目前的业务的发展方向，而现在中国市场又回来了，但他说中国市场只能占我销售额的20%或者30%。人家已经知道你就轻易的就拿这个市场拿外贸拿进出口当做武器来打人，人家现在根本就不敢靠你了。所以呢，即使走到现在，
中共重新披上羊皮，也没有人相信你啊！不光是西方政府，连老百姓都不相信你，叫做重新披羊皮，没人相信你，这就是中共那么走到今天它的一个结果哈。好，所以呢，我觉得哈，这个拜习会在旧金山有什么结果？我觉得只是表面上互相之间假惺惺的和解一下，那么真正有什么效果呢？我觉得没什么效果，因为双方是战略利益冲突，跟这个这是价值冲突，战略利益冲突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双方都心知肚明，只是表面上不想搞得太难看，一方不想打仗，一方有求于人家，所以呢，因此在旧金山搞出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拜习会，这是我的看法。好，那方伟，这是方伟今天的节目。那么感谢您的收看，喜欢方伟节目的呢，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干净世界的朋友呢，不要忘了点击关注哈，还有注册一个账号。那么再说一下哈，在关于这个神奇美国的宪法课哈，那么是在明天截止之前哈，有最后的一个10%的折扣。这门课呢是495块钱，那10%的折扣哈，一次性的折扣就只有440多块钱。那我非常建议大家能够上这个课，这是斯考森教授所主持的，那方伟和斯考森教授一起主持的这个宪法课程，13节课，26小时。我觉得这个课上完之后呢，真的就是美国的专家，即使你英文没有那么好，美国的价值。美国这个国家的繁荣的原因，以及说如何挽救美国的未来，都在这门课里面。我真的是，非常坦诚的跟大家说我的看法哈，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课的这个费用呢，也是用我们拿来帮助把这个课推给更多的人，包括西方人。美国华人在推一个西方的课推给西方人，推给这个美国的美国人啊，这一点听起来有点奇奇怪怪的，但是目前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子，只有我们才这么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哈，你支持的方式就是自己来上这门课。好，这门课的链接就贴在下面哈。那么待会儿我们会贴出来，工作人员希望您能够最后还能注册，拿到这个10%的折扣，每个星期六花上2个小时 ，OK 就可以上完这门课，非常的有意义。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拜拜。